感觉这么拍好像显脸小，这也是我买 Action 5的另一个原因。然后刚刚说啥来着？然后试一下这个机子的收音效果。有一说一，这个效果还是会比 MacBook Pro 那个前置摄像头真他妈拉垮，还是比那个摄像头要好很多。让我来再测试一下怼脸拍的效果。因为这个机子前面有个小小的屏幕，其实是能看见它拍出来的效果的。这还是比那种没有屏幕，然后你就盯着摄像头巴拉巴拉巴拉说，感觉要好很多。那样的话，真的感觉自己会像一个傻逼。Hello everyone， 这是第二个视频，这是两重含义，这是 Vlog 002，这也是我录制的第二个视频。今天录制第二个视频，因为上一个视频我88完20分钟，我发现它居然没录进去，很奇怪哦。就是这个右下角它的数字，左下角数字显示20分钟，但是我点完停止录制之后，它居然 it's gone， 这个 video 它不存在。Anyway， 那就全部重新讲，我再讲一遍吧。Action 5 Pro 昨天到了，然后拿到之后，我激动的拿它随便拍了2个测试视频。你们可以看到前后的画质还是挺不一样的。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买了这个是主体机，然后这个是另外买的配件。这个主体机呢，这个外面其实是有一个官方配的外壳，可以取出来。他们管这个应该叫兔子笼吧，我不知道。就是我没有买那种金属兔子笼，因为我不上天入地的话，我不需要给它这么强劲有力的保护，所以我就用了。然后我看小红书上说，官方这个塑料的就很管够，你说 OK， 那就用这个吧。然后还有啥？这个配件啊，这个配件是磁吸的，这个我是从来没有进军过 GoPro 的，就是 GoPro 类产品的那个市场，所以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大家就忍耐一下，听我在这里哔哔吧。它是磁吸的，就是你们仔细看啊，这里有一个类似凹槽，就是感觉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可以抠开的东西，我抠了半天，然后我发现它是一个，这能看得清吗？对，它是一个可以卡进去的，摁进去一卡进去的这么一个磁吸凹槽，拿在手里非常有分量。真的，大疆的产品有一说一，至少这个产品我是服气的，其他的我没用过，这个我是服气的，手感非常好。它不仅这里有个凹槽，这儿也有一个凹槽，就是你要横着录、竖着录都可以，都很方便。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再介绍一下这个手柄也非常，这个手柄不是手柄啊，这根棍也非常好用。这个棍好像是Action 345代通用，挺厉害的。就是大疆这个产品适配线挺成熟的，它既可以做一个长长的自拍杆，它又可以变成一个三脚架。哇哦，就是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这三脚架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这3只小脚它不能立得太开，你要同时立得太开的话，你就只有这根棍能着地了。所以它是这么让这个棍着地之后，你再把3只小脚缩进来，它站在那里，就这个设计挺奇怪的 ，but whatever。然后我昨天给我的新作品集用它录了几个视频，天哪，我这个中文。然后现在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录制的效果，也不能说效果，录制的视频内容。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我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又录屏又录制，就是我录屏在展示我的网页，然后我这个前置摄像头就在录制，才导致说
我这个录制视频消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要用我的 Action 5来录我的脸。OK， 这里虽然我刚才已经用我的电脑录屏过一遍了，但是录屏它没有声音，所以我还得再来讲一遍。就是我的新作品集，为什么会做个新作品集呢？因为我2月底被 laid off 了。然后我上一个旧的作品集是19年、20年疫情前后做的，也有些年代了。然后当时用的是 Wix。本来我也想重新做一下，然后正好发现了一个这个设计网站就是作品集设计网站叫 Cargosite， 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就用 Cargosite 把我作品集更新了一遍。我主要录了一段，大概是相当于一个视频自我介绍吧。然后先不要吐槽这个画质的阴暗啊、噪点啊。首先这个 Cargosite 它就是你文件太大的话，它一下load不出来。所以为了让它快速的显示出来，我把视频压缩到极致，然后故意加上了这种黑白跟噪点的感觉。I mean, artists, we do everything to make things look cool, right? 对，然后这个是挺神奇的。我把我的近视眼镜放在我的那个 Action 5前面晃悠，然后发现这个近视镜居然不会对画质扭曲，或者就是画质不会变得不清楚，也不会变得就是 it keeps the same， 就很怪，就是这个近视镜片不会对镜头造成任何影响。OK， 这个就是我玩悠悠球的一个录制的画面。我其实也就练了几个月吧，但我其实还挺喜欢的。然后这个是我前阵子新买的小车，昨天到了，我决定展示给我的面试官们看。OK， 这个是我领养的一只傻猫，叫仔仔。这猫呢1个月大，那时候巴掌那么大，巨可爱。它只有1磅重那个时候，现在你从视频也可以看到我抱它抱得挺吃力的。现在喂到了17.5磅，手一手超重了。然后这猫刚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美短，因为它的那个领养 profile 上面写的是 domestic short hair，but it turned out to be 一只梨花，一只北美特有的灰梨。它不是高贵的美短，它只是只梨花猫罢了。OK， 然后对，我其实昨天录这几个视频，有一说一录的还挺开心的，就是这个小机子还真的让我找到了一种当年开始就是大概10年前为了作品集开始做视频的那种乐趣，所以我还挺高兴我买的 Action 5 Pro 不是 Pocket 3，因为 Pocket 3没有办法因为 Pocket 3主要是录第一人称嘛，我感觉像这种我拍其他东西的话，那 Pocket 3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它的摄像头云台对着你的脸。我可能也可以对着外面的世界，也可以，但是不够方便啦。大概就是这些关于我昨天用它录了个作品集，录得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我突然看起来这么沮丧呢？这后半部分视频呢，我刚才又用 Photo Booth， 用我应该是 M1 芯片的那台电脑的 Photo Booth， 就是电脑前置摄像头录像。它时长一旦超过一个程度，它这个视频它就 gray out， 就是这个样子。在那个视频结尾我还说作为一个设计师，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设计做了一半，电脑落挑子了，然后你就得按照之前，可能最后结果没了，但是你可以按照之前的进度你再补。我刚刚还想说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心态很好，因为你时不时会经历这些，但是第3个视频了，哇塞，还好我买了 Action 5 Pro， 这真的不是 Action 5 Pro 的广告，大疆真的没有给我钱。还好我买了另一台摄像机来记录 vlog， 要不然专业的设备就干好专业的事情就行了。 Again，
我讨厌这些多功能机器。OK， 现在来讲，因为这还是一个要分享一些我的爱好的频道，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叭叭叭的，叭叭叭有点渴了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叭叭叭讲废话，可能因为平时身边能聊这些废话的朋友不多，然后我就一个人对着一个摄像头也能讲这么久。Anyway，OK，我其实也不是特别专注于小汽车收藏的那种玩家，我单纯是因为这几辆小车做的很可爱，我就买回来了，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台首先，这一台是我前阵子去华盛顿看樱花的时候，在一家书店里看到的。一开始呢，我还觉得，就我看到玩具，我就会拿起来看看嘛，因为我喜欢玩具。然后第一眼看觉得还不错，然后结果越看越喜欢，就是这种 Bauhaus 风格的玩具设计。这配色，这直愣愣的切边，就不是现代玩具车会有的那种设计。所以我对它的疑惑吧，就是真的会有几岁的小孩子喜欢这种车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更喜欢那种设计更狂拽酷炫屌一点的车？就这种车对小孩来说可能太幼稚，对年近30的我来说刚刚好。然后发现他们家这个系列叫 Candy Car 了，然后他们家这个品牌这个 brand 叫 Candy Lab。发现 Candy Lab 这个好玩具牌子之后，我就去买了第二批。这个住在北美的应该都知道 ，can relate to it。这个是 UPS 的送货车，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字 Copyright USPS， 这个还挺可爱的。这个就摆在外面当一个小装饰了，因为它很写实。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火星系列，挺好，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就买回来了。他们家一共火星系列有6辆吧，有其中3辆本来又想6辆一起买回来的，但是买回来挺贵的，100，就是全部这么7辆车买回来也不便宜，然后就做了一下筛选，果然筛选掉3辆很丑的车，这是其中我最喜欢的。这是好看的啊，这是好看的车，大家看看这个设计，是不是很有太空漫游2001的那种感觉？2001太空漫游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 color palette 这个配色，这个字体设计特别复古，还有这个不对称的这个车灯设计 ，C， 真的会有小孩子看得出来这个设计有多高贵吗？真的对我来说刚刚好啊，这个小车设计。然后这里插入一下我刚刚录的，而且它跑起来的时候，听见了吗？这个轱辘划过地板的声音，超帅的。还有碳，还有个还会短短的有个减震的设计，超喜欢。这个就是视频里那辆车，也是我昨天那几辆车里面最喜欢的一辆。在木板在桌面上滑车的那个视频。然后这是第2辆我特喜欢的，这个设计应该是火星上的一辆铲石车吧。这辆其实比起这辆它的设计要更加现代一点，你们可以看出来吧？就是这个白色它就是 A4 纸的白色，然后这个其实是一种米黄的感觉。这个白色跟 USPS 这个白是一样的，所以以及这个纹路上世纪50年代应该不存在吧，所以它整体看起来特别现代。就是有意思的是，这一个系列的火星车，他们俩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时代的设计，就很有意思。虽然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然后这个小车的车铲是前面有磁吸可以取下来，也不太知道这个晚点在哪里，不太能倒着装很奇怪。咦，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喜欢的一辆，还有一辆不喜欢的。
这辆，就是我一开始是没有预料到这个火星系列啊有这么大个，有多大个呢？我以为他们都跟我的这一辆第一辆小车一样迷你，哇，结果不是的啊！我现在突然发现这个车是干嘛的了。就我一直觉得这辆车贼妈丑，就真的是又大又丑。我不知道为啥它照片里看着还有一点设计感嘛，这个小金属钮子还能转，也不知道它干嘛用的。我真的拿到实物，这又大又丑。它要是小一点还挺可爱的，但是我现在发现它干嘛用的了。它应该是运载其他车辆用的，就是，哦呦，不好意思，就是这个卡的正好啊，这应该是车辆运载车吧，但它好像又像一个 oil tank，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筒子，就很迷 ，anyway。然后还有一个系列的车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香港的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叫香港威影，他们家做这种很多，这个应该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小汽车玩家会收集的那种小汽车，就是这种皮大的小车，做的也还算精致吧，但是你仔细看它的那种纹路啊、印刷方式啊，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汽车的感觉，就还挺可爱的。这个是很典型的香港的士，然后跟壳牌联名的一个小的士。这个我觉得只要是广东人看了，应该都还挺有代入感的。这个一个是往这种小巴观塘的小巴，这个是往西贡码头的小巴。绿色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红色这个是我在唐人街一家书店里发现的。然后呢，香港威影这个牌子我还真的挺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唐楼模型摆在这里，唐楼模型的设计做的我特别喜欢。我是深圳人，我出生在蛇口，然后深圳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啊，它以摧枯拉朽之势铲平一切旧时代的痕迹，然后往上面建新时代的高楼。就即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我也很难跟深圳有一些深刻的情感联系，因为我小时候建立情感联系的那些地方都被铲平了，建了新的楼。所以真的比起深圳，有时候香港的东西保存的特别好，香港会更加接近我童年印象中的蛇口，懂吧？然后这几辆小车买回来其实是打算就是唐楼模型拼好之后把它放在那个道路上的，应该会很酷。这个唐楼模型在哪里呢？这个唐楼模型在我家里，在我深圳的家里。我工作也没2年嘛，这个模型应该是工作了没几个月之后，我突然想起来说，我靠，我之前超级想要这套模型，然后就噼里啪啦，这是我存不下钱的原因，噼里啪啦买了大概有10套模型寄到了家里。就是大家看啊，这个车的比例跟建筑比例是一致的，这个车大概就这么大。如果这个楼的话，一个小唐楼我估计也有几层楼也有这么高吧，我又买了一堆。这个建筑群有一说一是我需要 settle down， 买了房子之后专门圈一块地来摆这些建筑。然后大概今天要分享的就这么多。感谢苹果 Photo Booth 让我知道你的不可靠，还好我买了新的相机，妈的。OK， 新代其实还好，就是同一番话讲3遍嘛，20分钟的视频录了1个多小时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Anyway， 今天就这些 ，See you guys。